高温中暑后，我濒临死亡，老公与婆婆却要拔了我的氧气管拿赔偿。儿子拍手说：“终于要换漂亮妈妈了。”亲生父母要平分赔偿款，老天保佑，我大难不死，病中了100万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工地挣钱补贴家用时，我不小心高温中暑，濒临死亡。躺在医院时，我灵魂出了窍。婆婆听说要上万的治疗费后，果断放弃了。不知道从哪儿拿的工地赔偿协议。婆婆兴奋说：“只要他死了，我们就能拿到5万的赔偿款。”丈夫徐木犯难，可小溪也还没死啊。婆婆拔了我的氧气管，并把枕头捂在了我口鼻上。正要用力时，我亲生父母出现了，他们扭打在一起，直到护士出现，几人才松开，并催促他们交治疗费用。父母悻悻逃离病房，我的灵魂跟随他们出了病房，发现他们又在草坪争执了起来。我父亲说：“小溪是我女儿，赔偿款也该我们拿才对。”婆婆，你拿个屁！平时怎么不见你们这么积极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她现在是我儿媳妇，这钱也理应我家拿。见又要扭打，徐木及时拉住了大家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伤了和气？别到时候谁也没拿到钱。我们都是小溪，都是我们的亲人，这赔偿款理应我们都有份。这样吧，我们3-7分，我家7分，你家3。小溪嫁给我后，也花了我好些钱，我家应该多拿点。父亲还想争执，母亲却拉住了他，点头同意了，却没有一人愿意出治疗费。徐木带着小三来到我病床前，亲了小三好几口。他死后，你就跟着我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小三娇俏地笑出了声。婆婆也正好带着放学的儿子前来探望，她瞪着徐木，让他收敛点。徐木问儿子：“小子，想不想换个妈妈？”儿子抱着小三的大腿，笑着点头：“我要这个漂亮阿姨当我妈妈，谁要那个黄脸婆呀？丑死了，还整天在家好吃懒做，就等着爸爸养。”儿子以前也说过这话，他吃着我做的饭时，却说我在家啥也不干，等爸爸回家后还要使唤爸爸。婆婆盯着我发愁，不是说濒临死亡吗？都过了1天了，晨曦怎么还没有死？说话间，她却拿起枕头，又准备故技重施。我突然睁眼，她吓得跌坐在地上。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丈夫连忙推着小三出了门，婆婆嘀咕着晦气也出了病房。很快，病房里又没人了。得知我没死后，住院的这几日便没一人再来看我。我躺在病床上看电视，正巧遇上双色球开奖，看见揭秘的数字，我赶紧拿起手机对比，发现与我上星期买的一模一样。我居然中了100万，好事瞒不住。收拾东西回家后，徐木便拉起我问：“今天双色球开奖，我看过你的数字，你是不是中奖了？”我冷淡道：“关你什么事？”他却抱着头跪在原地大笑：“傻逼一个！我中奖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不过是在浴室洗澡，发现没带内衣后，又回卧室拿，却发现徐木正在翻我衣服。我知道他在找那张彩票。你干什么呢？老婆，你刚出院，身体不好，最近外面温度又高，不适宜出门。明天我替你过去兑换好不好？当初在工地干活的时候，不见得这么关心我，我懒得搭理他。第2天准备去彩票中心兑换时，我发现我的身份证不见了，绝对是被徐木拿去了。他想私吞这笔钱，直到中午他才回来，发了好大的脾气：“妈的，
老子都拿结婚证证明了，怎么还要本人亲自兑换？我悄悄从浴室出来，在他包里翻出我的身份证，又悄悄出了门。兑换完钱后，我中奖的事情还是暴露了。父母带着弟弟上门，开口就是要钱。你弟弟看中了一套房，你全款替他付了。下个月你弟弟要结婚，需要8万彩礼钱，你现在就把房子的全款和彩礼钱打到我卡上来。他们倒是直接，毫不羞耻。婆婆气笑了，你们怎么不去抢啊？小希是我家儿媳妇，她中奖了也是孝顺我们，跟你们有关系吗？弟弟不乐了，推了婆婆一把，她还是我姐，是我爸妈女儿呢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没拿到钱，爸妈也不走，赖在我家不走了。睡觉前，弟弟偷摸到我房间，我正在换衣服，吓得我赶紧躲进被窝里，他却翻了个白眼，都一个孩子的妈了，我又不稀罕看。我玩的游戏新出了把武器，赶紧转1万在我卡上。我指着门外，冷脸道：出去，不就是100万吗？你还真以为自己飞黄腾达了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第二天在餐桌上，婆婆终于没忍不住向我伸手，哪有女人当家的道理？你如今是我们徐家的儿媳妇，就理应把钱交给徐木保管。你赶紧的！我扔下筷子，便要走向卧室。徐木也终于发飙了，他将碗扣在桌子上，怒骂：晨曦，我对你是不是太宽容了些？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，把钱1分不差的拿来，否则老子打死你！我父母不乐意，又和他们吵了起来，屋内又是不消停的贪欲。我撕声裂肺：够了，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们谁也别想得到1分钱，我即便是捐了，也不会给你们。我提着包出了门，闲逛了几个小时回家，发现我父母已经走了。刚进门，老公给我递来拖鞋，为我捏脚捶背。婆婆给我端来我爱吃的蓝莓山竹。当我要去做饭时，婆婆将我挤到一旁，笑眯眯说：家里的这些粗活我来就行了，凡是家务活她都不允许我碰。老公每天下班后自觉接儿子放学，还送给我鲜花、项链、口红、护肤品，每日不重样，换着花样送。邻居见了都觉得好奇：哟，徐木，你这是铁公鸡下蛋了呀？受什么刺激了呀？居然舍得疼你老婆了。半夜，我听到客厅传来唏嘘的声音，婆婆小声问：你怎么还给她送项链呢？她怎么佩戴那么贵的东西？老公，妈，这叫以小换大，女人不都是想要这些浪漫吗？我每天给她点惊喜，她心软了，那钱不就是到我包里了吗？再说了，那项链假的，50块都不到。我忽然开门，将两人吓了一跳。老公扯笑：老婆你怎么还没睡？睡了怎么能听到这么精彩的算盘呢？徐木，我们离婚。婆婆急了，忙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，然后为我端来蓝莓。我一袖子全扫在地上，没给任何好脸色看。见讨不到好处，婆婆也不装了，指着我鼻子威胁：翅膀还真硬了。行啊，你要离婚，现在就滚。但鹏鹏你不可能带得走，你也休想打鹏鹏的主意。我忽然想到以前，我坐在沙发上缝衣服，鹏鹏一脸嫌弃看向我肚子。哎呦喂，我怎么有你这么丑的妈呀？你肚皮上的纹路像条蜈蚣一样，好吓人啊！真不知道爸爸晚上抱着你是怎么睡着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做了指甲，鹏鹏居然说：真是个败家娘们，你又不是小姑娘了，你弄成这样咋干活呀？哎呦，你别嘚瑟了，瞅瞅自己多大岁数了，心里没点数啊，处处贬低我。为了个游戏机就能认贼作母的孩子，以为我还想要钱没有拿到，徐木自然不会轻易放我走。
他将我锁在卧室里，却不料我拿起斧头就将门劈开了来，声音引来了躲在附近的父母。听说我要离婚后，喜笑颜开，可我提着行李不站在任何一方。今天我不仅要离婚，我还要与你们断绝关系。父亲大怒，扬起手就扇了我一巴掌。我舔着唇角的鲜血，笑了。当初我考上大学，是你们强制让我嫁人，将我绑来徐家，换了10万块的彩礼。爸妈，那时候你们不是说了吗？从那以后，我晨曦是死是活都跟你们没任何关系了。所以今天我是贫是富，也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也别想绑架我。今天我若出不了这个门，我警察局的朋友就会找上门，他们怕了，我自然顺利的离开。不过我哪有什么警察局的朋友，我瞎编的。我远离了丈夫家，暂时在城南租了间房住下。虽然如今我中了100万，但钱毕竟是有限的，可生命无定数，所以我准备备战明年的高考。当初考上了所985，却没能去读，这是我一生的遗憾。好在我还有机会将遗憾弥补回来。出租屋学习氛围不好，我便找了家图书馆学习，与知识脱离了好多年，学起来确实困难。我踮起脚想要拿最上层的书籍时，脚底忽然抽筋，身子也不受控制向后倒去。小心！一双大手及时扶住了我的后背。我回头，却发现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，也是我的初恋江青瓷。他也认出了我，于是我们聊了些日常。得知我要备战高考后，他主动提出帮我。通过对话，我才得知他正在读博。他为我提供资料，给我提供解题思路。有了他的帮助，我学习起来轻松了许多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江青瓷会带我去他的大学参观。古木遮天，林荫杂地，四时花絮，见或鸟鸣。我看向大阶梯教室里的同学，听着少年少女们的欢声细语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竟然湿了眼眶。江青瓷抬手为我擦拭掉，轻声细语：“会好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是啊，过去的空缺也将在未来填满，我终将向前走。在路上，有天母亲忽然打来电话，向我哭诉。我这才得知父亲突然晕倒，在医院就诊出了癌症晚期。我匆忙赶回老家，母亲见到我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：“你快去看看你爸呀，他就快不行了。”太过着急，我没注意到他向一旁的弟弟使了个眼色，所以当我进屋后，我根本没在床上看见父亲，而身后的门哐当一声关上了。父亲出现在门外，精神焕发：“不孝女，既然你翅膀硬了，老子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你什么时候把钱交出来，老子就什么时候放你出来。”他中气十足，哪有癌症晚期的样子？我才意识到我被骗了。他们为了钱，竟编出这样的谎言，也不怕一语成谶。老家的房子是石头砌成的，门也是铁门，任凭我怎么撞门砸门，门纹丝不动。我知道这次我恐怕逃不出去了。我在里头饿得发晕，母亲在外面丢给我个硬馒头，劝说道：“西呀，你别总那么倔好不好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就向你父亲服个软，把钱交出来。你弟弟都20多了，还没有娶到媳妇，你是想让村里的人都看不起我陈家吗？我养你这么大，有亏欠过你吃穿吗？”我想笑，从小到大，他没有给我买过一件新衣裳，吃的也永远是些剩菜剩饭。有一次父亲赶集回来，他们居然支开我，悄悄给陈明带了牛肉粉，可家里的脏活累活都给我干。秋季收稻谷，还要我去帮忙。后来有次开家长会，我来了月经，不小心染脏了裤子，
母亲当着众人的面对我就是劈头盖脸的骂，还不忘用手撕我的嘴巴。她说：“我怎么生了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？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”她是没有亏欠啊，她从来把我当牛养。我没有理睬她，抱着馒头狼吞虎咽起来。农村夜晚的蚊子超级多，我身上被叮的全是红包，又没有蚊香风扇，他们根本不管我死活。等得烦了，父亲拿着绳子冲进来，让弟弟将我按着，然后在我身上使劲抽。你那100万去哪儿了？你赶紧给老子拿出来呀！老子养你这么大，你就是这样孝顺老子的？他妈的没良心的！当初就该直接掐死你算了。绳子抽得我满背是血，我动弹不了，面色苍白。够了吧？你别真给他打死了。他们走后，我痛得根本起不来，于是就这样趴在地上度过了一夜。更要命的是，我发起了高烧，我被烧得迷迷糊糊的，在床上半死不活，却没有一个人来管我死活。严重时，我的嗓子像冒烟了一样，干痒疼。屋里没有水，我就去舔石壁上留下的水珠。我庆幸这几日时不时的在下小雨，好在最后烧退了。晨曦呀，你可真难死。可我也不甘心死啊！我好不容易离婚了，好不容易准备高考了，我不甘心就这样死在枷锁下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，那铁门又突然被打开，母亲给我套了身红衣服，弟弟拿绳子将我绑了起来。当初他们就是这样将我嫁给徐牧的，现在又要用同样的方式将我嫁给谁？我挣扎着，却拗不过弟弟。母亲用红盖头遮住了我的眼，不知道将我带去了何处。再次能看见，我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，外面走来一个50多岁的瘸子，他冲我笑时满口黄牙。与此同时，弟弟拿着台摄像机进来，对瘸子说：“叔，你就当这东西不存在，你只管发挥你男人的魅力，到时候我把你脸给裁掉。”知道他要做什么后，我冲弟弟怒吼：“陈明，你这个畜生，我可是你亲姐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是犯法的？你们到底要毁我到什么程度？还不够吗？还不够吗？你们这群畜生，你们猪狗不如！”弟弟冲我挑眉：“别怪我呀，姐，我也不想这么对你的，谁让你这么不识好歹？你现在把钱给我，我就放了你好不好？”我冲他吐了口水。陈明从小就被父母惯坏了，他什么脾性我一清二楚，他根本毫无原则。我也了解父母的为人，他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，虎毒不食子，他们比世间万物都要恶毒。即使把钱给了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。胸腔发出阵阵低鸣，我笑自己命运多舛，笑自己活得悲哀。钱我早就捐给慈善机构了，你们今天就算把我弄死了，也得不到1分钱。陈明，你和爸妈禽兽不如，都该死，该千刀万剐。我死了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弟弟耐心全无，扯着我头发就扇了我一巴掌，然后对瘸子说：“叔，我姐就交给你了。”他开启录像后，就出去锁好了门。瘸子只是瘸，他咧着嘴向我走来，他脱我衣服，亲我脖子，我使尽了力气将他踢开，拼命朝墙撞去。如果要这么羞辱我，那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可我真的很难死啊！我撞破了脑袋，意识却还是清醒的。我想多撞几次，瘸子却拉过我的脚腕，将我压在床上，血液流进我的眼睛，脑瓜子嗡嗡的。瘸子不顾血腥，开始脱我裤子，举起手来，不准动。铁门忽然开了，外面冲进来好几个警察。我看见江青瓷逆光出现，向我奔来。最后父母被抓了，可惜陈明逃了。父亲大吵大闹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我管我自己的女儿，
怎么就犯法了？你们都给老子松开！松开！母亲向我求情：小希，爸爸妈妈错了，你别让警察去抓你弟弟好不好？你弟弟要是坐牢了，他这辈子就毁了呀！我面无表情，如若我还有半点心软，那我就是在犯贱。我任由着江青瓷搀扶我离开。车上，江青瓷给我披了件外套，并向我道歉：抱歉，让你受惊了，都怪我来得太晚。不晚，你来得刚刚好，谢谢你啊！被初恋撞见自己不堪的样子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若是刚刚被瘸子得逞，我也不想再活了。不过说来也好笑，真正该道歉的人却没有任何悔改。为什么别的父母那么温柔善良，我的父母却始终想将我压榨干净，好似我是个老牛一般，无尽的利用，无尽的驱赶我耕作。弟弟与我同为亲骨肉，却享尽了宠爱，得到了无数包容。所以呀，我想不通，更是满腔恨意。陈明凭什么能逃？他差点毁了我，我也要毁了他。一日不把他送进局子，我一日不死心。趁着这次机会，我向当地民政部门递交了申请解除我与父母的关系，再次回到城市。已经是12月了，课程很赶，我一刻也不敢松懈。好在江青瓷一直在为我制定计划，为我解疑答惑。今年的冬天格外冷，寒风刺骨，回家的路上冷风呜咽，窜进领子里，我不由得发抖。江青瓷给我脖子上套了条围巾，再怎么刻苦，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啊！忽然间，我觉得没那么冷了，这个冬天都没那么冷了。时间一晃而过，转眼来到5月，我照常背着书包来到图书馆，却被徐木拦住了去路。他抱着鹏鹏在图书馆大吵大闹，甚至在我面前跪下，抱着我腿大声哭泣。我错了，老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呀！鹏鹏才7岁，他还这么小，不能没有妈妈呀！我求求你了，老婆，你别丢下我和鹏鹏好不好？他不顾外人的注视，对着我一顿猛磕头。他以为我还是那个傻女人吗？他以为这样我就能心软回头了吗？若非我大难不死，及时醒了过来，我早就被婆婆用枕头捂死了。而我这个所谓的丈夫却在一旁默认婆婆的做法。他和杀人犯又有什么区别？当初嫁给徐木，我想着这辈子就这样了吧，认命吧，跟着他好好过日子。可是婆婆的辱骂，她的不作为，甚至两人合谋想谋杀我时，我便醍醐灌顶：人是没有靠山的，让开，别耽误我考大学。我蹬了蹬，却没蹬开。我被徐木抱得死死的，周围的人拿起手机记录下这丢人的一刻。我眼底的怒火更深了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这是在对我骚扰，你再不放开，我就报警了。徐木是个软蛋，一听说我要报警，瞬间就放开了。身后鹏鹏在追我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如若他有半分向着我，我都考虑带着他。可鹏鹏已经被带坏了，骨子里都是对女性的蔑视。这样的儿子，我不要。上楼我才发现江青瓷站在落地窗前，那刚刚的事他肯定都看见了。窗外阳光落在他的身上，将他映衬得很修长。江青瓷与我不一样，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金贵。当初能同在一所高中就读，也不过是因为他与他父亲赌气，顺便照顾在南城的奶奶。江青瓷的父亲是公司董事长，母亲是大学知名教授。他是在享受生活，而我是在对付生活里的鸡飞狗跳。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与他的差距。我耸耸肩，所以呀，我还有什么借口不努力呢？夏季是炎热的，窗外有蝉鸣，窗外有怀香。6月如期而至，高考就在明日。我很紧张，
毕竟对手很强。当晚，南城下了很大的雨，我站在窗前隐隐不安，希望明后天能够一切顺利。还好我自己有车，怕中途遇上些不定数，我提前了2个小时前往考场。南城有一条大河，每逢下雨，河水就会涨起来，波涛汹涌，像条吞人的巨鲨一般。开上高架桥后，我心底的不安更重了几分。我还没得及思考，就从后视镜里看见后方有一辆黑色的车直奔我而来。车我很熟悉，是徐牧的。他要做什么？杀了我吗？徐牧完全没有减速的意思，直挺挺地撞在我车身，撞后又开出一段距离，然后又向我撞来。他想将我撞入河里。徐牧，你疯了？你是要杀了我吗？车窗摇下，我看见了坐在副驾驶座的小三。撞破了他的阴谋后，徐牧也不装了，直言坦白：我好心求你回头，你却让我在大众面前难堪。晨曦，既然你不领情，那就去死，还想着去高考呢。呵呵，晨曦，这辈子你惹上了我，就别想着翻身了。你再怎么努力，也只是泥泞里的渣渣而已。说完，他便是踩足了油门，将我狠狠撞下高桥。车子翻转了180度，然后跌进汹涌的河里。河水从开了条缝的窗户涌了进来，灌进我的口鼻。我的目光却落在后座的文件袋上。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明明就差最后一步了呀！难道我这辈子都无法逃离困我的牢笼了吗？8年前如此，现在亦如此吗？我像个动弹不得的木偶一样，被生拉硬拽回家里，被锁在屋里，被红绳困住出嫁，被讨厌的男人压在身下。10万块便足以买我的一生，5万块便能被舍弃生命。无论我怎么挣扎，都终将回到原点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的吗？不，小溪，小溪，我想我是真要死了。我居然开始幻听了。都说人快死后，最后丧失的是听觉。我好像听到高中时那个白衬衫少年对我的呼喊，他的情绪里是父母从未有过的着急。砰砰砰！晨曦，醒醒！晨曦，你不能睡。不是幻听，似乎就在眼前。我猛地睁眼，视线里便是江青瓷在外猛砸着车窗玻璃。我的少年啊，你终于来了！江青瓷历经万难才将我带上岸，他将我塞进车里，扔给我一套崭新的衣服。你快换上，离考试还有1个小时多，还来得及？来得及吗？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的准考证被落在了车上，我翻越不了鸿沟了。笨蛋，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？他扔给我一个文件袋，我的准考证、身份证竟然也被他带了上来，完好无损，没有一点潮湿。我愣了好一会儿，喉咙里溢出一股酸涩。其他的事情你先别管，我去处理，你安心考试就好。明明刚刚才被洪水猛兽冲击过，可我的心却莫名的在此刻安定了下来。在我答完最后一道题后，雨停了，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，夏季的热浪吹在我的脸上，我闭眼嗅着自由的气息。我压抑的心终究幻化成了一只蝴蝶，在此刻向无际的天边飞去。江青瓷在门口等我，见我出来，他送了我一束玫瑰。恭喜啊！我撩了下耳边的碎发，脸却有些发烫。都还没结果呢，这恭喜的也太早了。我相信你的。雨过天晴后的街道传来2道轻松愉悦的笑声，却在此时，我婆婆忽然出现，在我面前跪下：小溪呀，你就救你丈夫吧。她像那日徐牧一样，拉着我裤子哭诉：他没想害你呀，他只是被狐狸精迷了眼，才会对你做了蠢事。他最不该死啊！你们夫妻一场，曾经也是睡过一张床的人，
你可怜可怜他，救救他吧，他不能坐牢呢。你不考虑我，也该为鹏鹏考虑考虑，他才多大呀，没妈又没爹的，你要鹏鹏今后怎么办呢？从老太太口中，我才得知徐木找的那个小三是专门结婚骗钱的。那天徐木将我撞下高桥后，小三逃了。我冷笑：什么怎么办？你当初逼死逼活让我生男孩，那就让鹏鹏继承你家香火呀。孩子已经判给你家了，今后就跟我不再有任何关系。我顶多给他每个月打些生活费，孩子怎么来的，大家都一清二楚。做到这儿，我已经仁至义尽。听到钱，老太太瞬间两眼冒光。有多少钱？2000，刚好够他的生活费。你不是刚中了100万吗？你怎么那么抠？你还是他亲妈吗？我不想与他有过多交集，坐上车走了。车上，我问江青瓷：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挺狠心的？江青瓷却没有回答我的话，而是直接岔开了话题。晨曦，你要去母校走走吗？啊，就是南城一中。我很犹豫，思绪飘到了18岁。那时候我家里很贫穷，好不容易考上个重点高中，父母还不让我读，要不是班主任出面，我可能初中毕业就嫁人了。当初班主任花了很多心思栽培我，他对我说：晨曦，你一定不要认命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你一定要千万次救自己于火难之中。可惜最后我还是没能上大学，也没能和他好好告别。我挠了挠头发，笑容有些僵硬。我挺不好意思的。车内是我尴尬的笑声。不会的，若刘老师知道你重新参加了高考，他肯定高兴极了，是吗？事实证明是的。当刘老师知道我重新参加高考后，他竟热泪盈眶，握住我的手一个劲说：好孩子，你辛苦了。江青瓷身份特殊，校长得知后带着他去校园闲逛了。刘老师探过头问我：你和青瓷在一起了？刘老师，你说什么呢？他这一说，我脸蛋刹那就红了，我浑身都是烫的，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。害羞什么？当初是谁在作业本上写满了青瓷的名字？你以为我没看见啊？你和青瓷都是有缘分的，当年他也是给你写了好多信，不过都被我没收了。刘老师边笑着边从桌子下面翻出我那借的东西，在一本书里竟翻出了好几封信。我打开看了眼，发现其中一封是江青瓷写给高考后的我：晨曦，高考后一起去看日出吧，我在教室楼下的槐花树下等你，你一定要来哦。他是不是真的在树下等了我一夜？可惜那晚我被父母捆住，强行嫁人，那是我最屈辱、最不堪的一晚。不过好在，遗憾还有机会弥补。当我回过头时，那人还在。出分的那晚，我激动得像个孩子，语文116，数学132，英语133，理综245，总分626分。虽然只能上个末流985，可是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哭得泣不成声。填志愿的时候，是江青瓷帮我参考的，最后决定填了所免费师范大学。去快递店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我遇上了我们村上的一个婶婶。她说：小希呀，你爸得癌症了，好像还是晚期，你不去看一眼吗？这不是一语成谶吗？当初他找了这个借口骗我，如今报应到了他身上，所以真假我都不会再犯一次险。我还听说我那个弟弟最后被抓了，他诱奸少女，还侵犯别人隐私，利用 AI 换脸去做些侵犯别人名誉的视频，最后被判了好些年。对此，我的评价是：报应终会降临。再后来，母亲又来了南城，
上次离别后，再次见到他，他苍老了好多，头发也全白了。他拉着我，求我原谅。小希，妈妈错了，妈妈真的知道错了。如今你爸爸走了，你弟弟坐牢，妈妈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。我好不容易养你长大，你难道要丢下我不管吗？我甩掉他的手，显得绝情又冷淡。可是你的女儿晨曦已经死了，她是被你们亲手杀死的。她死在了强行出嫁的那天，死在了中暑后拿她要赔偿的那天，死在了瘸子身下，死在了摄像机前。如今的晨曦只是姓氏陈，不是牛家村陈家陈。你如今所遭受的一切，不过是因果报应。我没再看他，径直越过他，走向属于我的那条路。江青瓷出现在我身后，他背了一个背包，脸上永远是那副温和的笑。小希同学，有兴趣一起看日出吗？他向我伸出了手，可我穿得的裙子他又向我展示了一套登山服，准备了。我将手搭在他的掌心，那勉强答应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